Podcast 频道，我是阿龙。今天呢，大家有没有发现布景有点不一样？没有错，其实今天想和大家聊一些事情啦，那也当然和今天的这个场景有关系。我先说明一下，就是今天录音的当下是4月28号星期五，然后呢现在是半夜12点20分的时候。好，那为什么在这么晚的时候才在录音呢？我好像之前也都是在这个时候录音，上一集也是在半夜1点的时候在那个饭店录音，对不对？那之所以今天会在这个时间点录音呢，其实是因为我今天一整天从早上一起床吧，我就是一直在忙就是搬家的事情，所以对听到搬家，大家应该也可以知道，这个就是我之前 YouTube 最新的一支片，就是在讲说横滨找房子的那一集的最后选的房子，没有错，就是影片中的第二间房子。就是其实我并没有在这个房间就有做过录影或是录音的动作，那今天是第一次，同时也是最后一次。对，那这就回到刚刚说的，我今天一整天都在忙准备搬家的事情嘛，所以从一大早起来我就开始各种打包，然后呢在镜头外面的部分其实就是各种箱子很混乱的堆叠在这个房间的每一个角落，那能丢的垃圾我也几乎都丢光了，所以对，真的是还蛮累的，就是一路忙，从一大早忙到现在。那想出来记录一下今天这一天，因为毕竟是我在横滨的这个房子的对大家来说是第一天，那也是最后一天，所以我觉得我有一个义务，想说透过这个 podcast 的形式，那帮我保留一下，就是我当初在横滨的中华街附近的这一间房子做一个总结。好，那今天早上就是我开始搬家的时候就是我有一个好朋友叫樱花啦，对，一个国中同学，我们认识很久了，他也住东京，那他今天刚好就放假，所以他就是搭车从那个很遥远的东京的东北方浅草那附近吧，然后就搭了1个多小时的车过来，就是来帮我就是做一些善后所以呢我们就是到处整理一下，就是要打包的东西，然后打包完之后呢，他也帮忙就是搬去家里附近一个比较近的邮局，然后去把它寄回台湾。那把这些事情忙完之后呢，其实我们也就到处去这附近想说趁着最后嘛，就是在中华街这附近吃喝。中午的时候先去吃了一个台湾的料理店，原本我们有一间很想去的，是以前同事介绍的，那间叫做彩 Bistro， 对，这间真的很好吃，是认真的台湾料理，可以推荐给大家。然后我自己因为同事们推荐，所以我自己一个人，因为我住附近嘛，所以我也去了好多次，真的推大家有来横滨的话可以去吃吃看那一间台湾料理。那很不巧的就是我们今天去吃的时候呢，刚好那个时候已经是下午1点多了吧，1点多还客满大家就知道说那间店到底是有多夯，而且今天是平日是礼拜四，对，因为现在录音当下是礼拜5了的凌晨，所以我们是礼拜四的下午1点去吃的哇，那个时候还有办法整间店塞满人，我也觉得真的是还蛮厉害的。所以呢，那我们找不到东西吃之后呢，也是去附近再另外晃了一下，那又晃到另外一间台湾料理店。不过因为我没有去吃过另外一间店，所以其实我们也是一起去尝鲜，然后去吃吃看那边有什么好吃的。那刚好就是老板娘，就是原本我们在吃的时候，我们一直很好奇，就说到底这个是中华料理，对，是中国人开的呢，还是台湾人开？因为我们其实有点不太确定。对，这边和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其实中华街真的是只有少数是认真是所谓的台湾料理。那我有曾经听说过，就是有一些台湾料理，虽然名字叫台湾料理，但是可能是中国的朋友，就是他们用台湾的这个名字，然后去开店的，好像有听过这样的案例。那再加上因为毕竟叫中华街嘛，所以其实那边中华料理本来就很多，所以大家如果要去吃的话呢，就是真的要特别找一下，如果你真的想吃台湾料理的话，要特别找一下。
那就回到刚刚我们就是跑去的第二间店嘛，然后我们就去那边吃一次之后，就是因为我们一直不确定啊，然后菜单上面就是你也知道嘛，就是在日本的菜单可能有一点变化，可能也是因为是在中华街的关系，所以有一些料理你感觉就是这真的是台湾会有料理吗？那为什么这个名字都很特别？就是然后有一些你可能也没看过，你就觉得很奇怪，就也不确定。那直到我们吃饭吃到中间之后啊，就是听到那个老板，就一个女老板，她就用台语在后面跟那个后台的人们在讲话，用台语讲。那时候我们就确定说 OK， 那这间真的应该没有问题的，真的是台湾料理，至少没有就是被误导走错间店这样子。那就是因为是难得也是遇到台湾料理，然后之后的老板也是台湾人嘛，对，一个阿姨，然后就是也很热情，就跟我们聊天拉塞。然后之后就是我觉得这边有一个很有趣的，就是如果大家是学了日文之后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一个症状，就是你在学日文之后啊，你如果想要讲台语的话，那当然这有可能是我个人就是可能台语没有讲的那么好的原因。那但是就是我和我的朋友，比如说刚刚说樱花，我们就有发现一个症状，就是台语有一些部分其实和日文真的蛮像的，所以你知道在讲台语的时候啊，就是你脑中会转不过来，就是会一直在想日文的那个，比如说连接词啊，或是日文的一些单字之类的。所以刚开始讲的时候，就是因为我和樱花在讲话的时候，我们是讲中文嘛，那讲这样突然间就是那边台语过来，就是有一点转不过去，就是用台语在那边这边沟通，然后用中文在那边沟通，然后之后呢又还会有穿插一些日文，就哇超混乱的。那个时候真的觉得就是哇台语怎么没有认真学好啊，就是被日文影响到。对，我不知道大家就是也有学过日文的人，那也会说台语的人会不会有这个问题？就是对一个小问题，想问一下大家会不会有这个状况？那我认识身边的朋友，其实多少都会有这个状况。特别是就是我回台湾之后，就是比如说跟阿嬷他们聊天的时候啊，就是用台语在讲嘛，那个时候真的超卡的，卡到一个不行，就是可能是需要一个缓冲的时间，可能讲个10分钟、15分钟之后才开始那个语感有开始抓回来一点，然后才会讲的比较顺。对，这个是一个我觉得学日文之后发生的一个蛮有趣的状况。不知道大家会不会？那吃完之后嘛，我们就是也是在那边买了一个横滨大鸡排，就是买了鸡排回来吃啊，还顺便买了一个那个鲜芋仙的珍奶。大家知道吗？其实我以前在台湾的时候，其实我发现鲜芋仙好像真的已经是消失，没有剩几间了。我记得那个是我小时候的时候才比较常听到的一间店。那不知道为什么，就是鲜芋仙呢，它好像是往海外发展吧。所以其实在日本啊，像譬如说中华街那边就有一间鲜芋仙，而且其实做的还蛮大的。然后进去就是都是那种放台湾的歌手的歌啊，就是平常大家可能在台湾会听到那些歌，就觉得哇好亲切啊。对，然后我们就是买了鸡排，他那边是叫做他有卖鸡排，又卖盐酥鸡。我觉得这个也很好笑。就我们是先去横滨大鸡排那间店，然后之后我们想要去买盐酥鸡，但是他的盐酥鸡和我想象中的盐酥鸡是不一样。他盐酥鸡是用鸡排剪成一块一块，然后剪小块一点，它就叫做盐酥鸡。但是明明它就是鸡排切片，你知道，就是对大家知道吗？就是鸡排切小块一点，然后就跟你说这个是盐酥鸡，然后只是没有骨头而已。然后我觉得说，这个怎么和我想象中的盐酥鸡很不一样？就是觉得，果然还是有一点不一样啦。就是可能因为，譬如说国家之间的地区关系嘛，所以还是有一些料理上的差异。这也是我觉得蛮意外的东西。然后呢，就是买了大鸡排之后，我们又买了那个珍奶，之后就边走就回去吃这样子。那个时候呢，就是边吃，先有力气的吃完午餐，然后之后吃完下午茶。然后就赶快再继续做后续的整理，把那些要丢的东西都丢一丢啊。那要寄去送朋友的就装箱什么的。所以基本上呢，直到现在，其实我真的从那之后就是一直忙。现在就是基本上这间房间除了床啦，还有窗帘之类，还有这个桌子我还没拆，这个是一个升降桌。那明天早上起床的时候，早上起来就要把这边拆掉。
然后就是装箱，因为明天的下午大概1点开始，那个搬家公司就会来，然后我就要把这些东西就是请搬家公司继续给我要就是一个日本朋友要送他这样子，所以想说就是想要记录一下这一天因为这一天真的好累啊，就是我不知道大家就是搬家的经验是怎么样，但是就我个人来说，因为我真的是太常搬家了。然后譬如说像这一次其实我来日本这一趟其实还没有满1年，大概是10个我是先住在那个很豪华的那一间嘛，大家有看 YouTube 有看到，就是在品川那一间 Monthly Mansion 住了1个月，那住了1个月之后才搬到现在这个地方，大概住了10个月吧。所以其实我那个时候呢是先从譬如说我台湾3重的住的地方是先租屋处先清掉一次，然后把东西全部搬到那个品川那个地方，搬过去之后呢，住了1个月之后呢，又要再把那边东西清掉，然后呢，我再搬到现在这个横滨的这个现在的这个住家。那过了10个月后，我现在又把全部东西再清掉，然后我要把就是有一些给朋友的就寄给朋友。那像今天我们还有去邮局嘛，就是要寄回台湾老家的，就是也都寄回去。然后就觉得哇，怎么才不到1年？我中间已经经过了大概2-3次的这个搬家的过程。那再加上以前就是我之前还有来过1次日本嘛，那个时候还有来读书什么的，中间也是就是搬了1次、搬了2次、搬了3次，然后又搬回台湾。我就觉得哇，我大概这4-5年吧，我不知道搬了几次家就觉得不行，我现在真的是讲到很热，就是觉得哇，我的这个5-6年的人生里面，就是花费了好多心力在搬家就是对大家可能如果搬1次、搬2次可能没感觉，但是你说一直搬，就觉得哇，好累好累。而且我觉得那种累虽然它可以是一个，就是譬如说你花1-2天认真弄，你可以把它全部搞定的事情，可是这就是一个很身心灵上的折磨，大家知道吗？那这一次也算是跟大家分享一下吧，就是我上一集也有提到说，就其实我也不确定接下来到底是要待在日本还是待在台湾。那以现在这个阶段就是因为我这间房间的租约已经要到期了，就是我已经跟那个管理公司提出就是我要退出的这个需求，所以基本上我明天28号就要搬走。那其实合理契约上可以住到最后一天，就是4月最后一天是30号吧，我猜。然后我5月1号就搭飞机回台湾。对，那这个是目前暂时的计划。那就像之前说的嘛，到底还会不会回日本呢？其实也还不知道，就是这个也就是看接下来也许工作上面或者是说生活上面，对，因为也许我回台湾之后想法又不一样了。那这个就是等回台湾之后，到时候再观察，再研究这样子。那我觉得就是这边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个小故事，就是如果大家很久以前有曾经看过一集应该也是分享的一集吧，我有点忘记那一集 YouTube 就是我们拍的那个题目叫什么了，但是里面有提到一件事情，就是有讲到说其实我是有想要去考健身教练的。大家有没有对这件事有印象？那很刚好的就是因为这一次裁员的事情嘛，然后再加上就是我预计5月1号先暂时飞回台湾，然后呢先在那边先休息一阵子。那刚好就是我一直很想去上的一个健身教练培训课，它就是在5月中开课，然后为期将近1个月，1个多月，就是它是上1个礼拜的6日，然后休1个礼拜，然后再上1个礼拜6日，然后休1个礼拜，然后总共上4次，所以基本上大概是会1个半月左右。对，那门课可能就是从5月中一路到6月中6月底那个地方。所以我想说哇，这么刚好，就是我终于人生当中有一个可以空出来的时间去做一个我一直很想做但是一直找不到时间跟机会去做的事情，所以就是一种天时地利人和，今天刚好被裁员，然后那个我一直很想上的课，它其实大概是每大概2-3个月才会开1次课，所以又刚刚好接到就是我被裁员之后要回台湾那个时间上，我一回去过1个礼拜他就开课了。
然后再加上因为那门课其实是非常的夯，就是大家如果就是有去研究一下那门课程的话，就是其实那门课程啊，就是有一个很有趣的传闻，应该也不是说传闻，就是他们有公告说，就是每次他们要放出这个就是教练培训课程的报名的那个时候，大家知道有多夸张吗？大家应该有抢过就是演唱会的票，不管你是喜欢哪个歌手，你有抢过演唱会的票吧，对不对？那个就是跟演唱会一样难抢。然后呢，他们历届的抢票抢资格的那个记录啊，是1分钟以内。他们像他们这一梯大概是40名的培训的名额，他们会在1分钟之内，这个40名的名额会全部直接被抢光哦。然后他们就是还会列出，就是他们因为他们是用 Google Form 嘛，所以大家会看得到那个就是每个人的注册的时间点，就是你会看到就是有的人就是只差个那个1秒或者差2秒，他就直接变备取，你知道吗？就是他就直接跳出40名之外，他就没办法去上这门课。当我一开始知道就是他们要放出这门课申请的这个消息的时候，我那个时候就是特别私下去询问了我身边大概多少个朋友啊？好像是6个吧，喊我7个，就是请大家在当天12点，台湾的12点的当下，就是不管你有没有在上班，或者是你在忙什么的，就是拜托分我5分钟，然后大家就是一起在线上抢票，然后我还把我所有的个人资料就是全部打成一篇，就是有点像是网页这样子，然后就是传给那几个很好的朋友，然后请大家就是在那个时候拜托拨那个，因为 Google 表单是一整点就开嘛，一开的时候呢，就是拜托赶快疯狂的复制贴上，然后把它全部填进去，哇！就是我们总共动用7个人的力量，然后成功的抢到这一次的那个报名资格。而且我看他们官方的那个公布的资料，好像也是放出来没多久之后就额满了，全部都额满了，然后只剩下就是譬如说你有可能虽然你有报到，可是你没有去譬如说2天内缴钱，那你就会被取消资格嘛，那他们后续才会再放出可能的名额给备取这样。哇，所以我觉得就是从一开始讲的譬如说那个裁员这件事情嘛，然后到今天刚好就是打算5月1号先回台湾休息一阵子，然后又刚好卡到这门课可以去上课，然后又很幸运的就是透过另外6个朋友的力量，就是我们一起线上抢票，然后成功的抢到了这个报名课这个培训课的资格，就觉得好像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这样觉得啊，就是其实有的时候生命当中会有时候哇，现在鸡汤时间嘛，就是有的时候你生命当中也许当下可能会发生一些让你觉得是很意外的事情，对，我们每一天都会有很多很意外的事情，可是当你往长期一点来看，你用一个更高的角度来审视这个当下的时候，其实你会发现，虽然当下的对你来说也许是一个很彷徨无助的时刻，然后也许会让你一时之间乱了手脚，那其实也并不代表说这件事情是一件坏事。对，以我的例子来说，就是我刚好意外的空出一个我完全有空档的时间，然后可以去做一个我本业以外我一直很想做的事情，就是去上健身教练的培训课。对，那就是这也是我今天就想和大家小分享一下，就是这个心灵层面上的问题吧。对，因为就是有的时候也是听了很多朋友，就是毕竟身边嘛，大家出社会之后，其实有时候也是会遇到很多问题，是蛮不顺遂的每一天，也许是你上班专案进行的不顺利啊，或什么之类的，其实大家每一天都会遇到很多很多各式各样的问题。那对，这边就是希望大家就是不管怎么样，也许当下是一个很不开心，或者是一个蛮难过的一个过程，但是如果你可以换个角度来看这件事情的话，也许你会有一个不同的感受，或是说你甚至可以从中得到很多意外的收获，也不一定，就像我今天的这件事情一样。对，那回到就是我打算去上教练课这件事情嘛，就是我身边的朋友啊，就是听到这件事情的时候，大家都是很傻眼，就是天哪，你写程式写好好的，你怎么会今天不知道从哪边来的冲出了这个想法，就说你想要去考一个健身教练？
所以大家就是觉得说，怎么会这样子？非常的可能很难理解啊，就到底发生什么事，为什么会这样子？那其实我一开始也对这件事情说实在没有什么兴趣，然后也是直到就是我开始，比如说大家知道我以前有划过龙舟嘛，就开始划船，然后就开始多多少少有开始注意一下，就是身体肌力的部分，然后那个算是一个开头吧，因为我以前大学是完全就是没有在运动的，然后从开始划船那个时候，就是有需要肌力的训练。在那之后呢，就是我来到日本之后啊，大概可以说是2018、2019吧，应该算是两三年，应该在3年前，其实我才开始慢慢的有想要培养就是去运动的这个习惯。对，那一开始是因为划船这个契机，那后面是因为想要去培养这个习惯，就是觉得好像我认识的身边的朋友，特别是工程师的朋友，大家都是横向发展。要不然就是譬如说像泡芙人，就是你可能看起来瘦瘦的，但是其实他的体脂肪或是内脏脂肪其实非常高，然后也许身体有很多状况，就是我觉得这个不会是我希望的未来的一个健康的状况，你知道吗？所以因为有这样子的前面的这些事情，然后再加上我觉得我想要做出改变，我不想跟大家一样。所以我才开始在两三年前，就是开始慢慢的认真的去开始踏入健身房去运动，然后从健身小白，其实我觉得我到现在还是健身小白，我都是自己在那边线上看一些影片啊，看文章啊，看一些动作教学啊，自己去摸索。那我也是花了2-3年的时间去证明，或者说去培养出这样子的兴趣。就是所以我觉得我今天去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其实我是有说服力的。像在这个过程当中大家如果以前有听我们讲，可能也会知道说，其实压到我的桌子，好，就是也会知道说，其实我以前也有为了健身这件事情，因为我觉得市面上没有一个适合我的健身的 app 嘛，所以因为我是工程师，所以我还特别去写了一个 iOS 的健身 app 给我自己用。那就是我做了很多很多事情去证明说，也不是说是对谁证明，也可以说是对我自己证明，就是说 OK 我今天是真的有这个兴趣去做这件事情。然后我也在工作之余，我花了2-3年的时间也许每天每2天就是去健身房运动，然后之后从什么都不太会，然后也推不出什么重量，然后慢慢的学习，然后开始注意一些知识，然后慢慢的有一些体态上的改变。对，所以我上一次影片才说，其实和2年前的我觉得在体态上面其实我有一个很大的转变这样子。那也就是因为这样子的事情，就是经过2-3年的这样子的训练之后呢，就是我发现其实我还蛮喜欢这样子的生活的，就是我觉得运动这件事情对我来说已经是一个可以算是宣泄压力的一个管道。所以就是我在写程式的时候，就是不管我一整天有多累，除非是真的是累到不行的那种情况，要不然其实基本上我每一天都会出去运动，都会去健身房。就我自己对我自己的观察，其实我几乎已经有点像是它已经变成是每天的生活的一部分了，你知道吗？就是我今天如果不去，好像会有点怪怪的。那我觉得我这边可以分享一个，就是大家可以衡量有一个小小衡量的标准，就是说你有没有觉得就是你到底有没有成功的培养起这个习惯呢？其实我自己个人对于健身这件事情有一个看法，就是你有没有持续的去做这件事情。那因为我记得以前我在读健身教练的培训的书的时候，对，我之前有自己读那一阵子的时候，它里面有讲到，就是在美国的不知道健康什么协会，他们有一个统计资料，其实一般的人成年人大概6%，不知道超过一半的比例会在将近6个月以内放弃。那所以大家可以看看，就是说你培养了这个运动习惯，你有没有成功的撑过，不要讲撑过啊，就是顺利的经过了6个月。那如果有的话，代表说你已经可以做这件事情，你成功的维持了这个习惯6个多月，那其实你多多少培养出这个习惯了。还有就是譬如说大家知道台湾北部很容易下雨嘛，你有没有试着在下雨天的时候，你还是很勇敢的走出家门，走去健身房或者骑车去健身房，就是不论刮风下雨，你有做过这件事情吗？
如果你有做到这件事情的话，我觉得那你又更可以确定说你已经培养出这个兴趣。那最后一个我觉得是最极端的，也是我个人觉得的第3阶段，就是你有没有在一个刮风下大雨的情况下，你还骑机车或是你开车都可以，开车可能感受比较没那么强烈，但是因为我是骑机车，那个时候骑将近30分钟，从市区骑到山区，就为了去上举重课。对，那是我的情况，我还去上举重课。就是我发现某一天，就是我在那个外面真是暴雨天嘛，然后我还很认真的从3重骑过去那个板桥，再往下那个不知道是新庄哪边，我也忘记了。我就觉得说天哪，成功了，你知道吗？就是我已经完美的克服了所有最艰难的天气状况，最艰难的各种情境。所以呢，那以我刚刚说去健身运动这个例子啊，就是我和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我自己观察我自己的内心阶段的一个3个阶段。那我确定了我达到了这3个阶段，而且我又维持了这个兴趣将近2年到3年，然后就是已经一步一步的往不同的阶段前进。所以接下来下一个阶段，所以我才想说，好，那我想要更有系统的去学习，就是人体的各种知识，不管是机动学，或者是说就是身体组成的这一块，还有就是人体各个关节之间的互动，肌肉之间的那些在动作下面的各种的交互作用之类的东西，就我想要更深入的去了解这一块，而不单单只是就是一个在这个资讯化很碎片化的时代里面，就是东抓一个资料，西抓一个资料，然后就是一个很没有一个很完整的系统去学习这些知识。对，那因为毕竟不是本科生嘛，我说不是，譬如说物理治疗，或者是说就是体育什么相关之类的科系出身的，所以我就觉得就是说那今天刚好有这个研习课，那它也是一个考证照的一个课程。那对我来说，考证照本身其实不一定是一个重点，但是因为这门培训课，其实它的这将近1个多月的那个培训的过程当中，其实它很注重学科的术科，那个叫术科，就笔试之外，就是很讲求就是各种动作的组成啊，还有就是要怎么样去做实际的操作，对于你的未来的学员什么之类的。那我觉得这个会是比我以前我自学的时候，就是一直在那边翻书，然后看那个超难的那个拉丁文，对，因为大家知道，就医学相关的很多都是拉丁文，虽然是英文也是拉丁文，那看不，然后就觉得我那边背那些无为不为的，还不如真正重要的应该是说，就是可以先从就是如何正确的把动作做出来，那对学员是一个有最直接的一个帮助之下。那后面自己再去慢慢去钻研其他更深入的知识，我觉得可能会是一个比较好的做法。对，特别是譬如说我之前就是边工作，那其实说在边工作你要花很多时间去看那个原文书，其实真的蛮累的。而且重点就是因为那些单字什么那些是真的是超乎了我个人专业的部分，所以我才觉得就是说今天刚好有这个研习课，所以我就是好，那我就去试试看这样子。对，也是和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我接下来个人的一个小小计划啊。那这边也是鼓励大家，就是我觉得大家在工作是没有问题的，可是大家你有没有开始自己觉得你的每天的生活开始有一点一致了，就是都是在所谓的上班下班，然后回到家之后呢，其实就是耍废、看剧、看 YouTube 之类的。那我觉得这个不是不好，只是可能会不会觉得就是说好像可以，你现在就可以感受得到你譬如说30年后的人生长成的样子，如果你没有改变的话，其实你现在就看得到，对不对？所以就是我也希望大家，那当然也是对我自己说啦，就是如果今天大家在专注自己本业或是你每天专注的事情的时候，如果你又有一些闲暇的时间或是有多余的资源的话，其实可以去尝试一些就是你没有尝试过的事情，投资在一些你本业以外的事物上面。那当然这件事情不一定要是一个很大的事情，也许就只是去譬如说朋友的邀约啊，去尝试一些，比如说去做一些手做蛋糕啊，
或者是大家去做木工啊、做手作之类，我觉得这些东西都很好。大家有没有发现，就是当你喜欢做的事情变成了工作之后，其实你就失去了你的兴趣，你喜欢做的那件事情就不见了。那有意识到的人或没有意识到的人，当然这世界上都有。那很多人其实都没有意识到这件事情，所以就会变得说你的工作跟生活有一点切不开的感觉。那再加上也没有新的事情、新的刺激进来，其实就像前面说的，其实你现在就可以想象你20年后的样子，大概跟现在其实不会有太大差别。如果你现在没有做任何变化的话，对。那我觉得我自己也不是说多厉害多伟大的人可以跟大家讲这种东西，讲这种心灵鸡汤，但是我觉得至少我的人生到现在都是因为我意外的去做一些额外的事情，然后在未来的某一天，就是他意外的帮助到我，然后就是一串就是一个一个这样接在一起，然后反而产生了新的道路，然后直到现在。就像我们今天做这个 YouTube频道，还有就是做这个 Podcast， 其实我们也不是说为了要做就是什么订阅数几百万几千万，但是单纯就是想和大家分享就是自己的观点啦，就当做自媒体这样经营。其实我也没有什么特别说要得到什么东西之类的，但是它就是一个额外的事情，那我也乐在其中，我觉得这也很好玩，就是所以我是用我自己的例子和大家分享这件事情啦。那现在也1点多了，其实我们也聊一阵子了，也不知道为什么从一开始前面聊到现在，聊到最后面变非常心灵鸡汤的话题。对，那反正这个就是我一直很想大家聊的东西啊，想说今天刚好有做这个阿龙龙榴莲的 Podcast 频道，可以好好的和大家分享我自己的想法，这样。对，那如果你也喜欢这样子的内容的话，就是也可以跟我说，之后也许可以再试着找一些不同的主题跟大家分享。那前面呢就是今天以上的故事，那接下来呢就到了我们观众投稿的时间。好，那其实我也不用看信箱了，应该说我也看过了。基本上呢这一次算是第2集，但是呢可能毕竟也没有什么听众或观众啊，没关系。那所以呢我们这一集呢 EP2 是没有任何观众来信的。你如果怕就是我念出你的名字什么的话，就你可以用个匿名，或者是说你可以就是特别备注说就是你是谁，然后但是你不希望我念名字，或者是你就直接取一个 nickname 都可以。对，就是欢迎大家就是投稿到我们的那个信箱，那信箱都会写在那个资讯栏的地方。那信箱里也就是 podcast@newmonster.com。今天没有我们的观众的来信，所以呢，对，那今天这一 part 就跳过啦。那基本上呢，今天呢这一集就是EP2， 想说和大家分享一下我今天一整天，也是为我记录一下我在横滨的这个家的最后一刻，想说用这个影像版还有声音版，就是记录一下，就是我当初为了我自己 set up 的一个这种远端工作的环境，升降桌这样子很酷炫的一个电脑桌这样。对，就是做一个纪念啦，然后也顺便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我接下来想要做的事情，还有就是一些想法这样子。那现在时间也是1点10分了，其实也不早了。那希望大家听完之后呢，可以早点休息。大家听到的时候可能是下午或晚上，应该还没有到睡觉。对，那不管怎样，就是这一集大概就到这边。那最后再一次征稿，你如果有什么想要聊的，不管是各种话题，想要谈心，或是什么感情状况，随便你想要聊什么都可以，记得寄到我们的那个这一次我们的 Podcast 信箱 podcast@newmonster.com， 然后记得主旨打上阿龙龙榴莲。那我们就在下一集的 EP 和最后的那个阶段，就是会读出观众的来信，然后和大家分享就是大家可能遇到的问题有什么的。以上就是今天 EP2 的内容。那大家如果喜欢这集的内容的话，就是也是可以支持一下我们，不管是 follow 啊、订阅啊、留个 comment 啊，什么都可以。对，大家喜欢就好。好，那我们下一集就 EP3， 我们下一集在空中再见咯。那下次可能是在台湾了，我猜，因为我会把这支大麦克风带回家，所以我们到时候就在台湾见啦。好，那我们就下集再见咯，拜拜。